花生地，每一株都长得特别壮实，果实饱满，果仁鲜红，粒粒饱满，光泽诱人。手工采摘，确保每一颗都完好无损。炒之后更香，直接吃或做菜都行。快来尝尝烈红花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，AI 这次真的是要害死人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图，这是中国知名零食品牌良品铺子最近的广告图。首先，这幅图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但是你们能不能看出来呢？能快速检验你是个陈巴老还是个乡巴佬。看不出问题的是陈巴老，能看出来问题的是乡巴佬。先不告诉大家答案，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的反应。其实我们这边的花生确实是长在树上的，良品铺子说的没有错。我们这里的花生是长在树上的，苹果是埋在地下的，红薯是长在上面的，因为我的西瓜要埋在地下。那为什么豌豆也长在地下呢？那是因为我的豌豆要在地底下喷射镇住僵尸，因为我的土豆要在上面当定时炸弹保护大家的安全。你们都对。而我是认同他们公司的，所以我毕了业可以去那里上班吗？同时我保证以后我只骗陈巴老，不骗乡巴佬。还好我是个乡巴佬啊，不然我真就给这张图片给骗了。来看一下，花生地，每一株都长得特别壮实，果实饱满，果仁鲜红，粒粒饱满，光泽诱人。手工采摘，确保每一颗都完好无损。炒之后更香，直接吃或做菜都行。快来尝尝烈红花生吧。猛一看我还以为今年的花生真的是大丰收呢，仔细一瞧，这花生树长得让我有点懵。咋的呀？现在花生都从土里结果改良到地面上了。直到看到良品铺子做花生上树道歉的通告，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配料表都敢造假，更何况一张图片呢？不愧是良品铺子呀，真良心啊！只骗陈巴佬，像我这种乡巴佬你就骗不到。据说这花生上树是 AI 生成的，那我就想不明白了，都不用审核的吗？审核人员都没吃过猪肉吗？还是说这压根就是一种宣传手段？哎，不管你们了，我还是给你们良品铺子的审核人员科普一下常识吧，以免今后再发生这种丢人的情况。看好了，这种桃才是长树上的，我们称呼为棉桃，桃中极品，入口如棉花般细腻，故得此名。由于产量极少，所以大多数城里人都没吃过。下次你们卖这种桃，保证不会被人发现。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啊，这个桃不能往乡下卖，听到没？良品铺子是想把我们当日本人整，但是他忽略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村里人，知道吧？我真为那些良品铺子制作海报的，还有就审核海报的那些人，我为这些少爷堪忧，知道吧？我们家吃过那么多年的花生，种过那么多年的花生，那个花生它就是长在地里面的啊，它永远都不会长到树上。但是良品铺子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，他们的花生能挂到树上，知道吗？最后还有一个宣传镜头是，他们收割花生的时候，他们竟然用上了收割机。你可能骗得了陈巴佬，但是你可骗不了我这种乡巴佬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的花生，就你们的那个花生就新研发出来，它是挂在枝头的。那么大的一个公司，我就想问，就是制作海报的没有看出问题，审核海报的没有看出问题，整个公司他都看不出来问题吗？啊，要发布出来，让大家看到了啊，让我们这些农民看到了啊，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嘛。怪不得我说我们种的花生怎么那么不值钱，原来是我们种的花生它没有长到树上，它是长到土里的啊！这些少爷们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，我真为他们堪忧，知道吗？怪不得别人会说，一天锄头都没有扛过的人，他能去成为农业专家。但是种了一辈子地的那些真正的农民，他一辈子的称号就是农民，他有一辈子的种地经验，他永远都称之为不了一个专家的称号，知道吗？我嘴都气瓢了，知道吗？我真的是，哎呦，无语了，我真的。OK， 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些网友们直接就炸锅了。有的说，拜托，这设计师是不是小学自然课都在睡觉？还是这个广告根本就是 AI 乱画的？没错，最后官方出来道歉说啊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们误用 AI 生成的图。这个事情绝对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一波了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良品铺子在电商平台上上传了一个广告图片，想要宣传他们新的产品，一款花生味的压缩饼干。结果呢，图片里面居然画出一棵花生树，上面一大串花生挂在了枝头上，背景还是玉米地 style。
更夸张的是什么？还有一张画了收割机在收花生田，结果画面呢看起来就像在收割玉米一样。讲白一点，就是完全 AI 瞎掰加没有人去检查，网友直接就笑爆了。还好我小时候种过花生，不然差点呢就信了。有人吐槽说，这个策划应该重修生物课吧？00后进公司用 AI 当美工，结果花生变树上长的果实，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啊！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吐槽的。一觉醒来，我的世界观都刷新了。从小吃到大的花生，居然在良品铺子的海报里爬上了树，这是把咱当成没下过地的城市宝宝忽悠，还是花生已经偷偷进化成树栖植物了？要不是小时候我学过落花生，我差点就信了这农业奇迹。虽然官方出来道歉了，但我呢还是有9个问题想要念叨一下。第一问哈，咱先掰扯一个小学常识，花生是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土行孙，您家海报偏偏要让它长在树上，难不成这是植物大战僵尸的联名款？是能收集阳光，还是能吐出子弹打僵尸啊？这样奇幻的设定不去做游戏策划，那可太可惜了。第二问，更绝的是，树上的花生居然还是用联合收割机在收。您家不光培育了树花生，还直接攻克了花生刨土采收的农业难题。这技术要是真的，那不得拿个农业科技奖，直接让我国农业水平往前蹦的30年？你咋不申请专利呢？第三问，今年4月就有花生树上长的电商骗局被曝光，您家倒好，半年后精准踩雷啊，连剧情都不带改的，这是故意致敬行业经典，还是品宣部门只顾着加班，连基本的新闻都没时间看呢？第四问，您家道歉倒是挺快的，说是要加大监管审核，可海报上还写着甄选吉林福鱼4粒红花生。这波反向宣传是把吉林福鱼花生带火了，可人家吉林福鱼花生招谁惹谁了？说不定啊，人家心里正犯嘀咕呢，这流量我们可不太敢要。第5问，道歉时还说啊，这是 AI 生成的图片，那我就好奇了，您家的设计师审核团队是集体穿越到花生树上长的未来了，还是说这审核流程跟手机弹窗似的，能一键跳过呢？合着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人说一句，哎，花生它不长这样啊？第6问，卖花生的居然不知道花生是长在地里的，这是把经费全拿去买 AI 会员，忘了给员工补农业课了吗？再说了，这海报上啊，花生地里跑收割机的细节比您家的坚果还饱满，这专业度对得起咱消费者花的真金白银吗？怕不是把高端零食的钱呀都花在了高端 AI 笑话上了吧？第7问，回应里说啊是工作疏忽，可网友扒出来的问题比花生粒儿还多。去年11月的配料表事件还没忘呢吧？这里啊咱就不翻旧账了，建议您呢下一次直接在海报上标清楚，本海报纯属虚构，请勿对照现实。好歹啊你也算一个行为艺术，还能博个创意分不是？第8问，错误海报下架容易，可那些看了海报的小朋友怎么办？万一以后老师问花生长在哪儿啊，他们举手说长在树上，不得被同学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呢？要不您就成立一个农业常识补救基金，组织全公司的人跟小朋友一起去地里刨一刨花生，恶补一下常识呢？最后一个问题， AI 生成海报呢是省了设计费，可也把良品铺子快变成笑话铺子了。您能够下架一张错误的海报，可拦不住以后啊消费者逛超市的时候指着货架上的花生笑，哎，这是从树上摘下来的那个吗？您说说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您家高端零食的招牌不得被笑掉了？其实啊，咱消费者真没闲心跟您玩什么农业知识找茬，也不想呢揪着树上花生的事儿不放。咱买零食啊，图的就是一口放心，一份安心，不是来看品牌闹笑话的。您天天喊着高端零食的口号，不如啊多花点心思在真实和专业上。毕竟呢，没有人会为了笑话买单，也更不会为不专业的品牌掏腰包啊。您说呢？又開始幾有道理喎！
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太有喜感了，因为这种错误是属于小学等级的错误了。花生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，花生它不是树果，它是豆科植物，要埋进土里面才会长出来的。结果一个大品牌请了一堆人审核，最后还是让 AI 随便乱画，直接就笑掉大牙。虽然说 AI 制作的东西我们应该多一点包容，不过这一次是一个最低级的事实错误。这件事情其实凸显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 AI 是很会生成东西，速度又快，对不对？但人类如果完全丢给它去做，没有最后一关的把关，就会闹出一些大笑话。我觉得 AI 应该是严格的遵循了人类提出的要求，比方说它写提示词的时候可能是绿油油的枝头上长满了花生之类的， AI 又怎么会知道你不是在培育外星品种呢？对不对？ AI 不应该背这个锅吧。而且这种错误短期来看呢，可能只是个笑话，但是长远来看呢，会侵蚀大家对品牌的信任感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卖零食的公司，连花生怎么长出来的他们都搞不清楚，那你敢相信他们对食材的严谨度吗？这就是妥妥的品牌形象危机了。再往严重的讲，这其实呢构成了一种虚假宣传、商业诈骗的行为了。再深一点点来看， AI 已经取代很多入门工作了，像是设计、文案、翻译。结果问题来了，这些 AI 出错的细节谁来帮他纠正？以前我们请设计师画，他至少会去查验，现在用 AI 反而需要更多的审核人员。 AI 能提高效率的同时，但现阶段呢，它还缺乏人类的判断力和情感。所以问题不是 AI 能不能取代人类，而是 AI 加人类能不能很好的配合。未来如果更多公司用 AI 生成图片、影片、文案，甚至产品资讯，我们是不是会被假资讯给误导呢？外媒就有报道了，就在上个月，一个60岁的男子透过 ChatGPT 调整饮食习惯，没想到3个月后出现了偏执还有幻觉等等精神症状，最后呢被送到急诊室，被发现溴中毒了。这个案例甚至被刊登到科学期刊上。良品铺子这次只是笑话等级啦，但如果换成医疗、教育、金融呢？后果就不是网友笑一笑这么简单了，它不只是一个广告乌龙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企业在面对转型、成本压力和 AI 浪潮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。AI 能帮我们省钱省时间，但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外包给 AI， 那以后我们可能会活在一个虚拟的假资讯泡泡里面。所以面对 AI 技术，我们应该在拥抱它的同时呢，要多一份质疑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大家觉得呢？你们觉得 AI 的发展到底是人类的福音，还是会让更多人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？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影片的结尾呢，让大家笑一笑，很搞笑的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顺手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续的内容了。那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跳过楼你跳过吗？这可不能乱开玩笑啊！跳楼多危险啊！你现在还好吧？你跳过楼，我直接从云层跳下，空中飞行500米，不带喘气，顺便用重力给你上课。你跳过楼，老子跳过整个地球，回头再把你从外太空接回来。我让坦克压过你，你压过吗？天哪，这太危险了！你可别再做这种傻事了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有其他办法解决的。生命只有一次，要好好珍惜啊！以后别再说这种吓人的话了。你让坦克压过，我让核弹压过，震得地球都快裂开，压得你连影子都看不见。坦克？别逗了，我直接让他们变成废铁，顺便去月球打个高尔夫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地球都已经变个样了。我差点死过，你死过吗？哇，听着好惊险啊！能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吗？以后可得小心点，生命真的很脆弱的。你差点死过，我直接从生死线走过，跟死神喝了杯咖啡，结果我把他都带回地球了，差点死。那算什么？我曾经把自己从火山口跳下，
结果连火山都没敢吞我，反倒被我震得嗷嗷叫。我野外生存把人干了，你干过吗？啊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要是真有这种情况，可得赶紧找警察说清楚，可不能瞒着呀！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明白了，那咱们继续比比看谁更猛，谁更能扛。你说你打人行，我曾在极端环境下单挑一群野兽，把他们全都吓跑了，连山顶的风都为我让路。你打人是为了生存，我是为了称霸。来吧，继续比，看看谁更强。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，你吃过吗？这蚯蚓不能吃吧？吃了可能会生病呢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哈哈，吃蚯蚓，我直接能吃掉整个生态链，从最底层到最顶端，不仅仅是蚯蚓，连猛兽也敢吃个过瘾。不过，如果你真有这种挑战精神，我倒是佩服你能吃下这些东西。你能比得过我这胃口？